我觉得青年应该是有梦想，横冲直撞，无所畏惧。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，不愿意明白，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。梦不太难搞，顺应所谓的大潮流。我觉得我做的音乐是特别的，因为它是我骨子里面的东西。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，哪怕你的东西是在别人眼里是那种不符合主流的，但是会有人听它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市场。对，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从小只专注于一件事情。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音乐，那我就去学习音乐。不管是在上课的时候，还是在私下的时候，我都是在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个事情。真的，我觉得基本功太重要了。包括我参加选秀当导师的时候，我会听到很多选手们什么说，哇，他可是某某某某平台里面有好几百万的粉丝，但是真正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啊，基本功太差了。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乐理知识很重要，否则你做出来的东西，你们会影响到观众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有点担心，就是如果你是一心爱音乐的话，可能你真的需要扎实的基本功。如今这个时代互联网很发达嘛，你时不时唱首歌会很容易火遍全网络。这种传播速度太快了，会让人觉得成功太容易了。我的歌迷，我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。可能我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他们的偶像。但其实他们很多各行各业的人的很多能力都是我的偶像。我记得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对差点破纪录了，对，他当时还穿了一件我演唱会 logo 的一个衣服，我就特别为他骄傲，就是那种但我自己也会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我希望我在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他，就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很正面的事情。我也得让自己更优秀才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很难想象得到几万人一起在大合唱这首 Why Nobody Fights。 我好想听一下9万人同时在唱这首歌是什么状态。记得当时我坐在一个钢琴上面，然后我在看着全场所有人在唱这首歌，然后我没有唱，我在听他们唱，充满了动力，就觉得哇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么多年来，不光是入行，包括我入行之前从小学音乐这么多年来，我做音乐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白坚持，对。然后他们唱完的时候，其实我很不舍，我好希望那首歌不要停，一直唱，因为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。
演唱会其实对我来说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每年我最期待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其实每年演唱会我都会，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，就是欢迎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回家。因为我把演唱会当做一个家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来到我的演唱会，就像回家的感觉。我上学的时候属于那种看似不太合群的人，在上学的时候，大家对于我写的音乐没有很肯定过。我是自己就喜欢自己一个人闷着头，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的音乐都很自我吧，对。我最早第一个老师也没有很喜欢我的唱歌，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发声不是最科学的发声方法。我当时还挺任性的，其实我跟他学了半年之后，我就没有跟他学习了，可能和他想要的不太一样。然后他就总是教我他想要的一种发声方法。我用了那种方法之后，我开始再来唱我自己写的歌，我唱不出那种感觉来了。所以我突然一下就在想，那我学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到底是为了要满足所有人的那个标准答案，还是应该满足我自己因为当初喜欢音乐而去学音乐的这样一个初衷？我就很直白地告诉他了我的想法。我说如果我再这样学下去的话，我可能就不喜欢音乐了。看世界太平庸，我太老没朋友，直来直去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诉求，只怪风。所以我选择了我自己的一种唱法，它可以满足我写的歌想表达的意境。因为我是一个创作歌手，我不是一个翻唱歌手，所以我并不需要自己的唱功能够达到唱所有的歌都是标准答案。我只想唱自己的歌的时候能够唱到让全场人觉得那个情绪是饱满的。我想要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哇，听完这首歌我好难过，这是我想要的答案，而不是说花唱得真好。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对，我不是为了让大家欣赏我，而是我想让大家听了我歌有共鸣。对。2013年的画画，跟现在的画画好像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。那时候音乐创作里面好像更相对自我一点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发生的一个事情。因为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其实还是一个素人，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，我写的歌都是为了自己。但我出道之后，我有了很多歌迷，所以从那之后我的音乐多了很多的可能性。我开始写有万人大合唱的歌，有非常张扬的摇滚的音乐，很嗨的。就这些音乐呢，是写给所有来听歌的观众，给他们听的。每一个来听我音乐的人，他们都是很爱我的。那这么多人爱我，我总要去为他们做点什么。